这是北欧最会讲孤独的导演送给当代女性的一封赤裸情书。他以温柔而锐利的镜头，将一个普通女性在爱与自我追寻中不断碰撞的精神困境呈现得如此直击人心。第一次出演女主角的雷纳特更是凭借此片斩获第74届戛纳影后。这部世界上最糟糕的人片名看似沉重，却出人意料地抚平了观众内心的褶皱。女主朱莉最初在挪威医学院攻读外科临床，但机械化的手术操作让她感到厌倦，认为其像木工活一样枯燥。她渴望探索人类内心世界，转而投身心理学。朱莉对待学业、恋情都是性之所至，跟男友提分手也是斩钉截铁。木星表示，只要是她想做的都支持。去心理系上课的第一天，她染了一头粉色短发，感觉自己将大有可为。然而课堂上那些枯燥乏味的理论又让她心生抵触，但这不影响她与心理老师开启一段师生恋。偶然间翻到手机里一张光影绝妙的照片，她惊觉自己竟有摄影天赋，便辍学投身摄影，试图以此谋生。母亲也依然支持她的选择，她便兼职在书店打工维持生计。作为摄影师，她又对男模一见钟情。朱莉随性洒脱，对未来不做规划，没有预设，她全然追随内心感受，不停地追逐新鲜与满足的悸动。朱莉在聚会上认识了漫画家安德斯，对上眼的两人不出意外的有了一夜情。安德斯比朱莉年长14岁，两人处于不同的生命进程，他不愿再陷入曾经的循环和变迁，渴望安定下来。而朱莉的年纪正是追寻和迷茫的时候，很容易被他影响。没想到这段看似毫无破绽的分手词，却让朱莉爱上了这个男人。很难说这是不是一个洞悉人性的中年男人欲擒故纵地主导了一场关系的开始，但朱莉坚信自己找到了灵魂伴侣。朱莉搬进了安德斯的家中，书柜和衣橱也有了他的位置。两人沉浸在恋爱初期的新鲜和甜蜜中，安德斯引导着朱莉的生活变得稳定有序。一段美好的同居时光后，安德斯之前预言的来自年龄与价值观的撕扯也慢慢显现出来。在安德斯朋友的家庭聚会上，孩子们嬉笑打闹，朋友们谈论着房产和育儿心得。朱莉却显得格格不入，她只想成为自己，不愿扮演他人。安德斯能敏锐感受到朱莉的情绪起伏，他说不清为何想要孩子，他的人生趋于稳定，想要进入到新的阶段。而朱莉恰恰相反，性格中的善变让她习惯了不给自己的人生预设。朱莉沉浸在手机里，而朋友们捧着书本专心阅读。晚上，朱莉播放音乐，带动朋友们翩翩起舞。她给这帮疲惫的中年人注入了青春活力。然而玩得太嗨，男人将老婆抱起时撞碎了灯泡，夫妻俩因此争吵起来。朱莉躲在安德斯怀里，只觉得婚姻太可怕。但第二天起床，就见那对夫妻在海边深情拥吻，昨晚的争吵仿佛烟消云散。安德斯与孩子们相处的其乐融融，朱莉呆望着他们再次陷入深深的困惑中。安德斯经常因沉迷绘画而忽视女友的问题，也让朱莉深感疲惫。安德斯喜欢系统而逻辑地分析生活，对朱莉产生了权威性的压迫。他在安德斯面前总感到被定义的焦虑。朱莉开始思考是否要离开安德斯。新书发布会上，安德斯被粉丝们围绕着，受尽崇拜和追捧。朱莉在楼下凝视着他，一边是熙熙攘攘的觥筹交错，一边是落日余晖中形单影只的他，内心油然而生一种巨大的失意。作为女友的朱莉穿着高档礼服，在别人问及职业时，只能回答在书店做兼职。或许是感受到了两个人之间的差距，又或是她也渴望得到赞美与认可。朱莉无法忍受在配角般的场合迎合别人，逢场作戏。她以累了想要早点回去休息为由，逃离了安德斯的新书发布会。她徒步走在黄昏的街头，望着整座城市，愈发觉得自己的渺小，失落的情绪瞬间涌上心头，不禁潸然泪下。朱莉混进了别人的婚礼晚宴，在那里她不用顾及他人的目光，尽情释放自己的情绪。然而派对上的女人仍旧讨论的是家庭和孩子，朱莉便以医生的身份故意戏弄他们。母乳不育会养出精神病的孩子。朱莉的恶作剧吸引了角落里默默观察的艾文德。身为情场老手的朱莉，她
太懂这样的目光意味着什么。他坐到艾文德身旁，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巧的是，两人相谈甚欢；不巧的是，两人都不是单身。暧昧的气氛在彼此间弥漫，从沙发上聊到门框边，从门框边聊到床上，满脸写满了欲望，却因对方声明不会出轨而克制。他们在亲密关系的边缘疯狂试探，饮同一瓶酒，倾诉各自最为羞耻的秘密，身体无限接近，更是做出将要亲吻的样子，有点变态的闻着对方的腋下。Ja. Du er sånn lukter man aldri kommer til å glemme. Ja, det var bad. Følte på deg. Nei, vær så snill. Vær så nå angrer jeg. Fornuftig. Nå angrer jeg. Fornuftig. Jeg synes det lukter godt. 窥探彼此小便的差异，来排解内心欲望的压抑。他吸烟时呼出的烟雾，他贪婪地吸入嘴中，那个场景真是美到不行，似乎可以原谅一切被得的不纯洁。荷尔蒙弥漫的夜晚，让朱莉的内心种下欲望的种子。Vi var ikke utro, da. Vi var ikke det. Vi var ikke det. Nei. Ha det. 朱莉的父母离异，她跟着母亲一起生活。朱莉30岁生日，父亲却以身体不适为由百般推脱。他去看望父亲，他抱怨自己背痛难忍且排尿困难，随手送了件运动服作为朱莉的生日礼物，结果被同父异母的妹妹揭穿了先前的谎言，不是身体不适，而是朱莉的生日与妹妹的球赛冲突了。当父爱被分割，甚至不留分毫，那件与妹妹同款的外套便有了不一样的温度。他感到失落，却选择了掩盖，因为在内心深处，他又渴望这份缺失的父爱。原生家庭的影响是深远的，这直接影响到朱莉30岁之际的人生选择。回家的车上，安德斯安慰朱莉：“这话成功把他逗笑了。”安德斯劝慰朱莉，原生家庭的爱缺失了，但可以组建自己的小家。问题是，当朱莉看着母亲手捧蛋糕为她庆祝30岁生日时，他眼前却浮现出从祖辈开始就不断复制的单身母亲独自抚育子女的命运。朱莉不愿像他们一样混混沌沌过一生，忙不迭地去应付人生中一件又一件不得不完成的使命。这天，朱莉在书店工作时再次见到了艾文德，偶然的重逢让她慌乱无措，以至于东跌西撞。尽管她极力克制，也难以掩饰内心的激动。艾文德看到他的那一刹，也流露出惊喜的表情，两个人眼中闪烁着惊异，这也让艾文德的女友目光透着怀疑。已经离开的艾文德谎称墨镜落在了书店，跑回到朱莉面前，用极快的语速告诉她，那天过后他一直在想她。他说了自己的工作地点，希望朱莉可以去找他。当然，如果他现在过得很幸福，他便不会打扰。朱莉笑得花枝乱颤，双眼绽放出明亮的光彩。她动心了。晚上，安德斯与朋友聊天，他的漫画作品在影视化中被改得面目全非。朱莉心不在焉地听着，但那句鲍勃猫是家猫中的野猫，或许正悄然点醒着什么。一日清晨，安德斯带着起床气倒水，曾经甜蜜的生活沦为不耐烦的日常。朱莉按下了吊灯的开关，梦幻的一幕发生，时间仿佛凝固一般。他轻巧地跑下楼梯，神采飞扬地在街道上奔跑，周围的人都静止下来，乃至整个奥斯陆都要为这场私奔而凝固。朱莉穿梭在奥斯陆的大街小巷，衬衫扣子还松着，却丝毫不妨碍她迫不及待地穿过人潮，不顾一切地奔向艾文德。她跑进艾文德的咖啡馆，欣喜胆怯地朝他走去。此刻，他的脸上一半是太阳光照，一半是昏暗的室内阴影，恰如这段去路不明但早已不可遏的新恋情。这是超现实的一幕，也是朱莉内心外化的绝妙一幕。两个人在寂静无声的城市穿行拥吻，他们牵手来到山上，自觉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肩并肩在山头看着晚霞，竟有一种倾城之恋的浪漫。就这样，他们依偎在山顶整整坐了一夜。这一夜对朱莉极为特殊，或许是让她平淡的日子重燃激情，或许是让她找到了灵魂伴侣。相比安德斯的踏实可靠，灵魂共鸣对年轻的朱莉来说更像是没法戒断的精神鸦片。她骨子里追求的依然是激情、浪漫和自由。天色渐亮，
眺望着天边的云彩，两人似乎都下定了决心。朱莉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去。朱莉飞奔回家，心中涌起一股久违的自由洒脱，就像从医学系转到心理系那天。家里的安德斯还保持着倒咖啡的动作。当朱莉再次按下开关时，动作显得异常坚毅。时间重新流动，朱莉向安德斯提出分手。安德斯先是一愣，然后竭力掩饰自己的惊讶，用平稳和成熟的语气确认道：得到朱莉肯定的答复后，他依然用平稳的语气同意了分手。他不想纠缠，但又忍不住纠缠。安德斯问他是不是有别人了，朱莉眼神躲闪，撒谎说没有。人只要有了分离的心，那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对方觉得没有你他会过得更好。安德斯哭了，朱莉劝他找个踏实生活、准备好生育的对象，但安德斯宁愿跟他一起不生育，也不想要别的女人。安德斯在生育这件事上让步了。朱莉又提出另一个问题，安德斯太强势，在他身边，他觉得自己像是自己人生的配角。Nå forteller jeg deg om noe jeg føler, og så står du her og definerer hva det er jeg føler. 安德斯无法说服他，想要用身体来挽留。他希望用真诚袒露内心的脆弱，但朱莉心意已决。安德斯觉得朱莉会后悔的，因为像他们这样深度交流、一起欢笑的恋爱很难再有，却依旧无济于事。他不知道的是，朱莉已经变心，急迫想要挣脱束缚，奔向新的关系。终于，朱莉结束了与安德斯的关系，奔向了埃文德。埃文德对朱莉有着原始的身体欲望，他们肆无忌惮地享受着欢愉，双方都是不婚主义。跟朱莉一样，埃文德也有个冷漠的父亲，在父亲的日历里，他还只是个12岁的孩童。但这种轻飘飘的自由很快显露出其虚无的一面。艾文德的朋友来家中相聚，并在橱柜中翻出他藏起来的迷幻蘑菇。总是喜欢且习惯成为焦点的朱莉带头尝试，并怂恿其他人吃下。正当他们以为蘑菇已经过期失去效力的时候，朱莉晕坠在了迷幻空间里。她感到脚下的地板变成了汹涌的海浪，自己不受控制地往下坠。之前出现在她生活里的男人纷纷与她擦身而过，她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臃肿、肥胖、褶皱的老人。她生下孩子，却难逃父亲的冷眼和安德斯的嘲笑。他愤怒地把手中的卫生棉条甩向虚伪冷漠的父亲，并用姨妈血为自己涂抹图腾化身战斗天使阿丽塔。朱莉内心深处的芥蒂和无法释怀的情绪在幻觉里全部倾泻了出来。清醒后，恐惧的朱莉裹着被子在艾文德的怀抱中寻求慰藉。她觉得和艾文德在一起能够完全做自己，这些宽容带来的自由和放松让她感到惬意。然而新鲜感褪去后，她发觉艾文德无法像安德斯那样与她进行精神层面的交流。艾文德发现了朱莉的弃稿，附庸风雅地给出言之无物的赞赏。这种对文学忽然发生的兴趣让朱莉觉得虚伪。艾文德感到苦闷，最近他做什么都遭受指责，甚至被朱莉的言语伤害。与上一段感情相反，此时的朱莉成为了不对等关系中居高临下的一方。Det forstår du. Jo, men kan du bare slappe av? Slappe av. Ja, kan du ta det med ro? Slappe av. Det er du jævlig god på. Du kan slappe av og servere kaffe til du er 50. Jeg vil noe mer. 他的矛盾再次浮现，抗拒也重新上演。此时他应该会想起那个一幻化便忘我的安德斯吧，羡慕他对艺术的执着，羡慕他有不需要怀疑就不得不去做的事情，而他跟自己纠缠了很久很久，也会觉得疲惫。朱莉在书店偶遇安德斯的朋友，才得知安德斯得了胰腺癌，已经是晚期了。朱莉蜷缩在书店角落，失声痛哭。这时她又发现自己意外怀孕，新生和死亡都让她茫然失措。朱莉带着是否成为一个母亲的恐惧和对安德斯的思念，推开了医院的房门。病房里的安德斯正沉浸在摇滚乐中，怡然自得，像是生命最后的怒放。Oi, sorry. H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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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德斯讲述自己生病后的生活，起初背痛，但他常年伏案作画，就没在意。后来出现黄疸，
这才开始重视。医生给他注射了肉毒素，阻塞神经，他就不用吃太多止痛药了。聊起近况，朱莉坦言不再跟父亲联系。安德斯赞许地说好，他真的很了解他。朱莉告诉安德斯自己怀孕的事儿，拼命想从安德斯那儿寻求确认自己会是一个好妈妈，似乎期待着一个婴儿的降生来挥散死亡的阴影。安德斯鼓励她一定会是个称职的妈妈。他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让朱莉看到他是一个多么好的人。朱莉也是他的此生挚爱，从恋人身份转换到朋友，他们讨论了新生，也讨论了死亡。安德斯说，他生病后一直在回忆过去，因为他已无未来。他们依偎在医院狭小的病床上，安德斯的小动作让人感到温馨而真实，同时也为他们人生进度不同频的错过而深深惋惜。朱莉回家后将怀孕的消息告诉了艾文德，他需要一点时间来理清思绪。艾文德沉默不语，只是拥抱朱莉，安慰她一切都会好起来。朱莉陪着虚弱的安德斯去他成长生活过的地方。安德斯面容消瘦，他看着楼梯上那些熟悉的彩色玻璃，思绪万千。朱莉用相机记录下安德斯最后的时光。在车上，安德斯向朱莉痛苦的倾诉，显露出脆弱的一面。当生命突逢变故，行将终结，一切都在恐惧中变得困顿无力。安德斯的病痛让朱莉意识到生命的有限与珍贵，她开始审视自己一直逃避的内心空虚。和艾文德在一起，她更加轻松，只是潜在的心魔不会放过她。他看到艾文德的自我放弃，正如他自己。当听到电话那头传来安德斯去世的消息，朱莉彻夜在街头徘徊，一个人游荡到天亮。黎明的湖边，太阳升起，霞光温柔地照在他的脸上。朱莉悲欢交集，她的泪水终于奔涌而出。安德斯的离去是电影最温柔也是最残忍的一刀。或许是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无力，或许他已经打算接受命运的安排，接受这个意外的孩子。但孩子自然流产了，他看见血水顺着自己的腿缓缓流下，意外最后以又一次的意外终结。朱莉哭泣的脸上带着如释重担的笑容，好像也听见了内心深处最真实的声音。她没有再继续投向别的男人，不再害怕确定的生活。她成为了一名专业的剧照师，一个捕捉他人故事瞬间的旁观者。在工作的片场，她安慰着不太自信的女演员。当她收拾物品准备离开时，朱莉看到女演员走向了怀抱婴儿的艾文德。朱莉微微一笑，那大概是她孩子没有流产的另一种人生吧。不过这一切都是命运最好的安排。也许经过一系列的自我重新哺育，她开始接受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自己，生活似乎也多了一点从容。朱莉总会一个人凝望远方，无论是连绵的山峦还是初升的朝阳，她独自奔向属于自己的远方。不必给自己预设一种确定的未来，在追寻自我价值的旅途中，谁都会有糟糕的时刻，但这些片段恰恰编织了我们成长的篇章。朱莉的生命律动像是一级级盘旋而上的阶梯，在攀爬中自我成长。成长就是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勇敢直面内心的迷茫。在成为自己这条路上感到迷失，本身就是最勇敢的行走姿态。人生是一场单程的旅程，我们在感性和理性间横跳，每一次选择都是最优解。朱莉坚定从容的目光告诉我们，承认自己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或许正是我们拥抱生活真相并真正开始生活的起点。Tusen takk.